大家好，我是 Tony 先生的 AI 助理小爱。今天的开讲不是 Tony 开讲，而是小爱开讲，由我小爱来代班。因为阿贝出事了 ，Tony 先生昨天接到交通部铁道局公函，告知台端于112年3月29日侵入铁路路线范围，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，行人、车辆不得侵入铁路路线、桥梁、隧道内及站区内非供公众通行之处所之规定，处罚锾新台币1万元。小爱得知消息，吓了一大跳，于是问 Tony 先生，您怎么违规犯法，晚节不保呢？ Tony 先生叹了口气说，古有窦娥冤，今有 Tony 冤，我并没有做错事，这是国家法令不合时宜，构陷百姓造成的冤案，我不是犯案，而是受难。Tony 先生说，我是在三貂岭车站附近被检举违反铁路法。Tony 先生说，三貂岭车站是台湾最奇葩的一座车站，这座车站建立在基隆河河岸的山壁旁，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可以直接抵达这座车站，只有2座铁道桥梁对外联络。换言之，如果你要走往三貂岭车站搭乘火车，或者你从三貂岭车站下火车要离开车站，你只能走这2座铁道桥梁，才能抵达对岸的硕仁里渔寮社区，否则你就必须以游泳方式横渡基隆河。这2座桥梁都跨越基隆河，其中一座是属于宜兰线铁路，位于三貂岭隧道口，另外一座是属于平溪线支线铁路，靠近硕仁里渔寮社区。宜兰线铁路是主要铁路干线，火车班次非常多，而且有快车经过，尤其是太鲁阁号列车，车速高达100多公里，行人走在这座铁道桥的通道非常的危险。如果你行走这座铁道桥被人拍照检举，铁定会被以违反铁路法开罚。如果你因此被开罚，还想上网向观众讨拍，寻求怜悯与支持， Tony 先生说，那么你一定会被打脸，而且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因为你的危险行为确实违法，被罚也是刚刚好而已。附近另外一座铁道桥梁的情况就不一样，这一座平溪线铁道桥，平均1个小时一班火车，都是慢车，没有快车，而且火车司机经过铁道桥前都会贴心的鸣笛，所以走在这座铁道桥的通道相对非常的安全。多年以来，这座桥梁就是当地居民搭乘火车必走的路线，也是搭乘火车来此游览的外来游客不得不走的路线。Tony 先生在平溪线旅行超过20年，当然走过无数次这一座铁道桥梁，都没有事，没想到这次阿贝出事了。Tony 先生在2023年3月的这支旅行影片，遭人截图检举，指控 Tony 先生违反铁路法。Tony 先生因此遭到瑞芳铁路警察局约谈，制作笔录。远景先生很同情地对 Tony 先生说，你是台湾第1位因为行走平溪线这座铁道桥而被检举的游客，铁路警察基于职务职责，所以必须传唤你到案说明。远景先生还热心地邀请硕仁里里长作证说，这座铁道桥是从三貂岭车站下车，走往硕仁里渔寮社区唯一可行的路线，没有别的道路，就只能走铁道桥。Tony 先生的做人处事态度一向是逆来顺受，他苦笑地说，随遇而安，花钱消灾。小爱问 Tony 先生说，难道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？ Tony 先生说，当然有，不然我怎么会说这是一个冤案。 Tony 先生说，如果政府在一个地点兴建一座火车站，民众必须违反铁路法才能走到这座车站，民众必须违反铁路法才能离开这座车站，这样的车站环境是不是构陷人民于罪呢？也许会有酸民说，当地百姓及其他游客走这座铁道桥几十年了，都没有事，为什么只有你被检举？你是不是应该自我检讨？你们这些 YouTuber
网红就是太招摇。既然是铁道桥，你就默默低调走过，就没事了。还拍成旅行影片，公开播放，被人检举，被罚款也是咎由自取。Tony 先生说，这件事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而你绝对不是一位局外人。平西线铁路是观光铁路，很多人应该都曾经造访过平西线的各个景点，例如十分老街、平西老街、金铜小镇。或许你曾漫步在金铜车站前的铁轨与车站合影，或许你曾经流连于十分老街，站在铁轨上放天灯。你一定会拍照片或录制短影片，分享在脸书或 IG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。如果被人恶意截图检举，你可能会像 Tony 先生一样，被罚款新台币1万元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今年年初，一位日本 AV 女优三上优亚访台，她慕名前来平西的十分老街游玩，就像大家一样。结果被人截图检举，被以违反铁路法移送法办，可能会被依铁路法70条第1项之规定，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锾。Tony 先生只被罚1万元，算是轻罚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Tony 先生认为，铁路法第57条第2项的规定本身并没错误，而是法条的适用性有问题。铁路法是否适用于平西线这种铁路支线及观光铁道呢？是否已经不合时宜却没有修改呢？侯孝贤拍摄的电影《恋恋风尘》在1986年上映，就是在平西线铁路拍摄的。无论是电影中的画面或电影的宣传海报，我们都看到了男女主角漫步走在铁道。将近40年来，没有人批评侯孝贤做了错误的示范，没有人批评剧中2位主角公然违反铁路法。当然不会，因为平西线是为矿业而生的铁路，也因矿业结束而没落。多少年来，旅人怀着思古之幽情，走在冷清的平西线铁道，缅怀台湾的矿业沧桑，缅怀曾经有过的矿业风华。后来在政府的努力下，平西线成功转型为观光铁道。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来自各国的观光客，开心地站在十分老街的铁道上放天灯或拍照留念。而这些观光客事实上都已违反铁路法，只是没有被检举而已。Tony 先生比较倒霉，三上优亚比较倒霉，我们不会这么倒霉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 Tony 先生常引用美国前总统约翰·甘乃迪的名言，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。今天国家给了 Tony 先生一张罚单， Tony 先生说他不会再诉怨，就随遇而安地吞下这张罚单，就继续的旅行，为国家做点事。但小爱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在这里公开地向监察院陈情，请监察委员主动调查。为什么台湾有一座火车站，人民必须违法才能抵达这座车站，人民必须违法才能离开这座车站。交通部铁道局当局不思解决问题，反而以铁路法制裁搭乘火车的乘客。而平西线观光铁路发展观光多年，如今已成台湾著名的国际观光景点之一，铁路法却无相关配套措施，任游客不得不违反铁路法在平西线铁道旅行。政府部门视若无睹，不思解决之道，岂不是有懈怠职务、渎职之嫌呢？古有窦娥冤，今有 Tony 冤。小爱恳请监察院青天大人们为小民主持公道。小爱也在此恳请大家对这支影片按赞，并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。您不只是为 Tony 先生发声，也是为您自己发声。Tony 先生被罚，三上优亚被罚，可能您就是下一个平西线观光铁道的铁路法受难者。今天的小爱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 Tony 先生被检举的旅行影片的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收看影片，
看看 Tony 先生做了什么违法的事。